这个影片要来介绍说，用我们的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这一个开发工具，有哪一些比较热门的技术架构可以用来开发这个网站。好，那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一套Visual Studio 这个开发工具，其实不只有提供这个 ASP.NET Core MVC 的这个技术架构可以来开发网站，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架构可以来开发这个网站。那为什么要来先介绍这个呢？因为我们新手就是什么都不懂嘛。那你可能在看完我的影片之后，你也许会在网络上 Google 一些相关的东西，那这时候你有可能就 Google 到其他的这个技术架构，那你可能在那边看了老半天，发现奇怪，为什么他这样写可以，我这样写就不行？那结果到最后才发现说，原来他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根本不是我这个系列教的 ASP.NET Core MVC 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搞了老半天才发现，原来找错东西了，是根本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一样用这个 Visual Studio 开发的比较热门的技术架构有哪些，让你心里有个底说，原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ASP.NET 这边有哪几种比较热门的技术架构。那看了有个底之后，你以后自己再去寻找这个文章的时候才不会看错。那就是心里有个底，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应该不是 ASP.NET Core 的 MVC 的这个东西，而是其他的这个东西。那所以这是一开始就想先介绍给大家给新手认识一下说，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大家族里面到底有哪些比较热门的这一个东西可以来开发这一个网站。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先按这个上一步是建立新的专案，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那我们先看的是这个 Net Framework 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其实你这边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先选这个 C#， 然后这边选 Web， 然后这边就会列出这个相关的这两个的搜寻的范本。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的一个是这个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我们的这个 Web Form 的这一个范本。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就直接给它建立起来。好，那建立起来这个就是 Web Form 的这一个目录结构，就是还蛮多东西的。它基本的这个一开始建立起来就有好几个资料夹，然后预设的一些东西还蛮多的。那这个算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技术架构目前可能都还有人在使用它。那累积的这个作品数量，网络上的这个教学文章也是非常之多啊，几乎一搜寻 ASP.NET 基本上可能都是 Web Form 的教学文章。那这个 Web Form 架构大概长这样，那它就是今天我们的有一个页面叫做报的页面，那它就是 HTML 会在这边编辑，然后它会有另外一个这个档案叫做.cs 的，那就是程式这边，程式就在这边编辑。那 Web Form 有一个蛮经典的这个架构，就是它有一个 Page Load 的这一个区块这是 Web Form。那 Web Form 基本上这个叫做网站模式的 Web Form， 它有个非常便利之处，就是我今天code写完了，我把整个目录直接一个复制贴到我们伺服器上的网站目录的位置上面基本上网站就可以运作了。而且你今天可能很懒有权限直接进伺服器，你还可以直接在目录结构下改你要的程式这边改一改存档之后，或者这边改一改存档之后程式就直接可以运作，不用回到你的开发模式，改完之后再上传伺服器，直接在伺服器改就可以运作。那当然这样子的方式是比较不好的。好，这个是一个网站模式的这个 Web Form。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 Net Framework 的时代的这一个 ASP.NET Web 应用程式，然后这边有一个括号.NET Framework。那我们下一步之后再按这一个建立。好，这里它就有几种模式让你选一个是 Web Form，有 MVC， 其实在这个 Framework 时代其实就有 MVC 的架构，那但是我们这个系列是要教Code 的 MVC。那我们这边简单的先看一下 Web Form， 这一个叫做专案型的这一个 Web Form， 那跟刚刚那个网站型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是在哪里呢？我们先把它建立起来。好，那其实看起来目录结构其实是差不多的，那撰写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我们 HTML 在这边，然后程式的部分会在这个 CS 这边，然后里面也是一样 Page Load这就是基本的这个 Web Form 的这个架构。那只是专案型的它会多这个设计的 CS。那这个跟刚刚那个就比较不一样，就是你今天基本上是要
经过这个发布之后才能丢上这一个伺服器上面，网站才能够正常运作。也就是说，今天你把这整个目录抠上去，然后你只改这个里面的东西，这段程式是不会运作，因为它一定要把程式给转成这个，我们看一下目录它会在并，其实它在这个执行阶段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程式的部分转成 DLL 档，所以基本上在伺服器上你直接改这个地方，程式是不会运作，它也会是你之前的那个版本因为它所有的版本都已经变成 DLL， 但是有个地方也是会运作，就是你今天改的是 ASPX 的这一个网页页面，改了，其实它也会跟着变所以这还是有留下一个还是可以在伺服器直接改的一个地方这样。好，那这个是专案型的Web Form， 差别就差在说程式码的部分没办法直接在伺服器上改。那这边的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个就是 Web Form 大概长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这边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个系列很像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们的 MVC 的这个架构基本上大同小异，大概有7-8成是跟我们 Core 系列的 MVC 是一样的，主要就差别在 Net Framework 跟 Core 的这个主架构的地方是不一样，但是其实核心 MVC 的部分其实是差不多的。那 MVC 最主要的东西它就会有一个C， 然后就是 Control 的跟 V就是 View， 那跟一个 Model 的这个地方。那基本上这个这就是 MVC 的架构，会有这3个资料夹。这个结构其实就是 MVC 的结构，所以大家认一下，如果发现你的这个专案结构有 MVC 的话，基本上就是 MVC 的这个技术架构。那差别可能是在 Net Framework 跟 Core。那Net Framework 的 MVC 架构一开始预设就会有目录还蛮多的，那基本上你可以认这个 App Start 这个在 Core 系列是没有这个资料夹的。好，那这个架构其实就蛮不直觉的，你看你找不到说，比如说它 index 怎么跑到这里了？那其实你在这边再创一个这个Hello World 的 CSHTL 这样子创出来是没办法直接执行这个网页的，还要再搭配这个 Controller 的这个增加它的方法，才有办法完成一页，就跟 Web Form 的入手难度就有差了。一个 Web Form 直接新增一个ASPX 的网页这个网页就产生了。那这边的话还要搭配一些 Control 的部分才能够产生一个网页。好，那这个是 Net Framework 的 MVC， 这是最有可能搞混的，就是找文章的时候看得很开心，看到的都是 Net Framework 的 MVC， 结果发现奇怪，我怎么在我这个 Core MVC 发现怎么好像有些地方不太能用又好像有些地方长得不一样。那很有可能你找到的文章就是 Net Framework 的 MVC， 而不是我们这个系列的 Core MVC 的这个系列的这个文章。好，那这个是Net Framework 时代比较热门的这个技术架构就这2个，应该算2个 Web Form 跟一个 MVC。好，那接着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我们的 Core 时代，这是我们系列的这个技术。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Core Razor Page 的这个，那我们进去看看它长什么样子，我们直接把它给建立起来。好，那其实 Core 时代有个特点，就是你建立起专案之后，你会发现这里的目录其实就一个目录，然后2个档案，就跟 Net Framework 的范本一开始建立起来的东西差很多。那这就是Core 一个还蛮好认的地方，就是它的初始的这个范本结构非常少东西。好，那这个是一个 Razor Page 的这个技术架构，它也是比较新的东西。其实网络文章也没那么多，但是我这边介绍的是怕你可能会跟这个搞混，因为他们都是 Core 架构的，所以看起来可能有点像，但是其实它就一个 Page 资料夹。然后这边的话架构就有点想要走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架构。怎么说呢？因为它今天跟 Web Form 很像就是不是说它写法很像，是说它的架构有点像，就是今天你要创一个 index 的页面，你就建一个 index CSHTL， 然后它的程式码就在它下面直接可以从这里打开，就在下面程式码就写在这里
就跟 Webform 有点像哦，是一个跟你的 HTML 页面一样名称的CS 档哦，这样子。那这样子对新手来说就比较友善。我今天可能要加一个 Hello World 的页面，我就加一个 Hello World 的这一个 Razor 的这个 CS HTML 这个档就建立起来了。那这个是 Razor Page 的这一个架构，大概是长这样子。那它的程式的部分长这样，那 HTML 的部分当然就是 HTML 的样子。好，那这个是 Razor Page 的部分。那接着我们看一个，这个其实应该是不太会去搞混，其实文章也很少啦，就是这个 BLADOR 的这一个范本。那其实文章也不多啦，所以不小心找到这个文章的，应该也不会太多人会不小心看到这个文章，因为网络上文章也不多，这也是比较新的东西，但是都不是我们今天要教的。那这是它的目录结构，大概长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它的 page 是一个点 Razor 的这个档，它会有一些程式码写在这里，那其他的程式码可能写在 service 这样子。那这是它的这一个目录结构，大概是长这样子。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了Core MVC。那 Core MVC 要怎么选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Core MVC 是要选在哪里呢？这边 ASP.NET Core Web 的应用程式，然后后面有个括弧 Model View Control 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要使用的这个技术架构，那就是选这个其他都不对就是认明说这里有个 C# 然后这边是 Core 的这个架构，那不要选到点 Net Framework 这个 Net Framework 也有一个 MVC， 然后就是Core Web， 然后 Model View Control 的这一个，然后我们下一步这边我就先把它给建立起来。那下一个影片我会再仔细介绍一下这个 Core MVC 的基本新手可能需要认识的部分。那这边我们建进来了，可以看到这个专案其实也是相当的精简，但是跟刚刚 Net Framework 的 MVC 就差很多，因为它这边除了 MVC 3个资料夹之外，就是基础的范本就没有其他资料夹。那这个会是 Core MVC 的一个初始样貌。那这边档案也很少就一开始就2个，跟刚刚 Net Framework 的 MVC 就差很多。Net Framework 的 MVC 这里一堆档案，然后一堆资料夹，但是 Core 的 MVC 一开始就是3个MVC 的资料夹，然后再一个这个算是设定档的部分。好，那关于这整个目录结构我下一个影片会再做一个，也不是详细介绍，就是新手需要知道的部分，我就会先介绍一下。那以后有碰到的，我才会陆续的介绍，因为一开始就把很完整的东西介绍给新手，其实你听过就去了，然后以后可能也不会回想起来，因为你都还没有用到嘛所以一开始其实只要介绍新手可能用到的地方就好了，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等碰到我们再看就好了。好，那今天的这个算是一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到底有哪些技术范本可以来开发这个网站，就先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